7号的英国经济学人在讲什么呢 ？As global press freedom dwindles, corrupt politicians rejoice。记者常常让人讨厌，但当新闻自由消失时，真正得利的往往不是人民，而是掌权者。全球新闻自由正持续倒退。过去10年，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指数显示，多数国家的媒体环境从接近成熟民主水准，恶化到与警察殴打记者的国家相当。当政府知道滥权不会被揭露，也不会被公开讨论，滥权自然会增加。长期跨国资料显示，一种明确的政治循环正在形成。想侵吞公共资源的政治人物，首先压制媒体，媒体越被晋升，贪腐越容易发生。而当秘密与利益越累积，政权就越需要进一步封锁批判报道。最令人警惕的是，许多自称民主的政府并没有直接关闭媒体，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媒体生态，让在美执政者的声音被放大，而反对声音只剩微弱存在。政府利用纳税人的资金扶植亲政府媒体，让国家广告导向顺从报社，并鼓励依赖政府标案的企业收购独立媒体，使其失去批判能力。同时，调查型媒体则面临税务稽查、诉讼压力与商业封锁，记者个人也越来越成为攻击目标。人肉搜索、网络霸凌、恐吓威胁更是屡见不鲜。部分政府利用国安法与反假新闻法惩罚不受欢迎的报道，甚至透过监控手机与泄露私人资料吓阻消息来源。更深层的转变来自国际政治。过去长期捍卫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正在撤回对海外媒体的支持，也不再对他国打压言论自由施压。结果是各国强人政权开始更大胆监禁与威吓记者，而几乎不需承担外交代价。当监督权力的眼睛被一点点遮住，你觉得腐败会停止，还是只会更看不见呢？请留言告诉我。The Global Observer， 高端的知识，轻松的解释，我们下次见。